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在之前的初级兰花施肥知识与技巧的影片中呢，我们谈到了3个主要多量元素氮、磷、钾的作用，然后这些主要元素、这些主要养分，个别在缺乏或是过剩的情况之下，对于植株所会造成的影响。我们在当时也谈到了肥料分量多少的考量因素，以及我对我自己喜好的搭配肥料的方式、水质、施肥频率，还有环境气温的综合考量来做分享。如果你错过了那个影片呢，在影片的最后呢，可以点阅来参考参考。今天的这个终极兰花施肥知识影片呢，要来跟大家浅谈一下3个次要的养分，还有7个微量元素跟它们对于兰花的作用。那因为这个影片呢，只是个终极的分享这些养分元素的功用呢，也就是大略的跟大家提一下而已。有兴趣继续钻研的兰花朋友呢，要请你们自己多在网络上面呢多做功课，来深入学习毕竟我觉得啦，教人钓鱼比直接给人家鱼吃还要更有意义、更有效果。在上一个初级的影片中呢，跟大家介绍了3个主要的多量元素氮、磷、钾。那这一次呢，我们要看的是次多量元素，它的英文叫做 secondary nutrients。那有3个，分别是钙、镁、硫。它们之所以被称之为次多量元素，是因为它们比起主要的这个多量元素氮、磷、钾所被兰花植株所需要的量来说，是稍微少了一些，所以它们的名字就叫做 secondary nutrients， 次多量元素。钙质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强化细胞膜。镁它的功能呢，是在形成叶绿素。硫主要是在负责蛋白质的形成，那缺少的特征其实跟缺氮是一样的，就是在叶子上面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幼小一点的叶子会发现它的颜色除了变得比较淡之外呢，也是它的大小也会有不同。再来呢，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这几个微量元素比起刚刚谈到的3个次多量元素，下面的这7个微量元素呢，其实被兰花植株它本身所需要的量又再更少了一点，所以叫做微量元素，英文叫做 trace elements。那这边它微量元素每一个它们的功能我们就不做一一的做说明比如说氯是促进光合作用的铜如果吸收不良或是缺乏铜的时候呢，它的叶子可能呈现深绿或是卷曲无力然后铁可能是负责叶绿素的传导传导酵素但是如果铁不足的话呢，可能会呈现就是说它的叶脉会有淡绿色或黄白色这样的一个征兆或者是说锰它是促进光合作用等等等这些呢有兴趣的朋友还要自己在网络上面多做研究来进行深入的了解。不同的牌子它的养分配方都会不太一样。我个人的操作方式呢，是使用2种不同的牌子来搭配就是交替使用，不是混在一起使用，而是交替使用。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单一品牌它肥料可能有特定的某种的元素是过低，甚至完全没有的可能性。比如说你有2种肥料，那你可以这一次呢用肥料 A， 下一次施肥的时候呢用肥料 B。那我也知道有兰友是每2个星期或每1个月就都用一种肥料，然后下一次呢每下2个星期或是下1个月呢再用另外一种肥料。
那看到这边，你可能就会问啊，那如果买3种牌子的肥料交替使用呢？其实答案是没有不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去考虑到你有多少兰花能够在大约多长的时间内可以用完这些肥料。比如说如果打开太久没有使用完毕是不是有过期或者是受潮而导致肥料变质的可能性呢？这个我其实没有办法告诉你标准答案你自己必须要去思考是什么时候能够用完这些肥料比如说你买3种牌子、4种、5种牌子交替使用，相对的这每一个牌子打开的时间都比较久，那是不是有受潮过期的可能性这个东西必须要你自己来回答。那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同时使用太多种牌子的肥料交替使用，那你怎么会知道哪一种肥料对你的兰花最有帮助呢？如果你懒得去做尝试那其实最好就是买2种交换使用，来互相补足他们自己彼此的不足来互补他们不足当然在购买兰花肥料之前一定要先比较标签上的资讯，然后再决定是否与你已经有的兰花肥料或是想要买的兰花肥料种类里面，它们是互补还是有完全重复的现象。如果你希望更进一步了解兰花肥料的知识，特别是我自己使用兰花肥料时候调配的配方，还有我的一个操作方式呢，敬请你期待我将与大家分享的高级兰花施肥知识与技巧的影片。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